上次我們提到中醫裡有個概念叫六淫，是吧？淫的本意就是過分。過分是什麼過分呢？你太過分了。天氣。中醫認為啊，大自然裡有正常的能量流動，叫做天地之正氣，這就形成了大自然風寒暑湿燥火這6種氣候的特點。叫六氣。那麼有正常就有不正常了。如果是不正常的能量流动碰到人，然後就會引起生病了。中醫就把這個不正常的、過分的能量流动啊，稱為六淫。淫，對，在早期中醫，所謂淫劍不能移，肱骨不能屈。閉嘴！在中期啊，在早期中醫就認為人是感染了這個六淫才生病的。你感受到什麼邪氣啊，就會出現什麼症狀，比如寒邪，那麼就會有寒的症狀，對吧？那麼我們現在知道了，生病是因為感染了病原體才導致生病的。那雖然六淫理論沒有具體的提到是某個生命體，或者是提出類似的概念，但是廣義上來說，細菌病毒其實也是包括在六淫裡面的，因為它們也是一種集體能量的流動啊。最重要的是啊，六气六淫理論有個很重要的觀點啊，就是六淫跟六气是一體兩面啊，陰陽同體。也就是說啊，這個能量流动沒有絕對的正常不正常、好壞啊，而是相對于我們病人跟正常人而言呢。对。比如说我們2個人站在高峰上吹風吟詩，結果來我先，結果我就感冒了，你沒事啊。那麼中醫就會認為啊，一般都是倒轉來。對，這個吹的風的能量對我來說，我生病了，那對我來說就是過分了，對吧？就是六淫。那麼對你來說，哎呀，就是按摩啦，大自然的風，正常的氣候流動，對吧？那科學現在也發現啊，病原體致病菌跟病毒啊，就未必是壞到底啊。对，好壞之分，我們來看看，因為大部分時候他們其實跟我們是共存的，互惠互利，對吧？共生共存，也算是正氣的一部分了，對吧？但是呢，只有在某個條件下，我們體溫的防禦下降，皮膚黏膜受損以後啊，那這些共生菌啊，搖身一變就變成致病菌了，病原體了。我們其實都是我們命名的嘛。所以中醫也認為啊，細菌病毒沒有絕對的好壞，看我們是什麼狀態啊，真的是看這個人的狀態決定的。就好像同樣一個新冠，有的人得了很多次，有的人一點沒事，我還好吧。就好像是正常的氣候能量，對我來說真的是，而且我是照顧過新冠病人，完全没有戴口罩，而且喝了同一瓶水，然後一起吃喝，因為我們那時候一起去巴黎旅行嘛，在一個車裡面，你想想，你不能開窗嗎？就像你天賦異稟嘛。沒有了，可以了。這一點啊，也和中醫的哲學觀一致。就中醫看待疾病是站在生命本身的角度去看的，對吧？對，這些都是以病人的狀態為根基。對，那其他的都是因緣條件而已啊。以內因為主啊，對，所以你條件要發揮作用，都是要經過人體，對不對？比如說中醫說生病的因，為什麼會生病？正氣不足。對，現代醫學會說是細菌病毒，是吧？我們今天是思辨派哦。但是中醫不這樣說，中醫說生病的那個你，那個內因，你才是那個因，對吧？也就是說你不會生病的話，再多的細菌病毒，就像我，OK 的。細菌病毒它只是個條件，對吧？最根本的是還要你有生病的能力，我連生病的能力都沒有。你這樣下一次疫情怎麼會被推出去？還是被一線。下一個病情我就得戰鬥在一線。對，不戴口罩。大家聽到這裡一定會感覺很奇怪了。那生病還是一種能力哦，對吧？給你。誰要這種能力，對吧？誰都不想生病嘛，對吧？那最好的情況肯定是不生病啦，但是這是理想的情況。那我們人是吃五穀雜糧的，不可能，怎麼可能呢？生老病死，每個人一定會經歷的嗎？這種苦惱啊！對，所以人苦惱。所以說生病是一種能力，而且特別重要，一定要有。為什麼？你一定要好好講，不然被講罵。大家看這句話，生老病死，每一個都是必有的過程。對。我也是
偶爾生病，喉嚨痛。如果我們不要生病，等於直接把這個病字拿掉，就是生老死，對吧？那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老死啊，對吧？所以光彩光的不是老年人，光的是死人，對吧？所以我們要把這個老字拿掉，就只剩下生死，是吧？所以如果沒有生病的能力啊，那人就是呼吸之間就沒有過渡的中間階段咯。有很多人還講不要老，一生馬上就死。對，也沒有機會老，就生死。剛生病就馬上就是一個。對呀。舉個例子來說啊，傷口發炎是什麼原因啊？是不是細菌病毒讓我們發炎呢？不是。是你啦。大家聽過一句話，無菌性炎症，是不是？所以不需要細菌也會發炎嘛。那發炎是為什麼呢？發炎啊，是促進傷口愈合，對，防止感染的一個表現啊。大家想，如果你沒有發炎的能力，那細菌病毒是不是直驅直入了？對啊。大門敞開還等什麼？兄弟們衝啊！哇，好吃好喝，防眼後代是不是？我們前幾集都有講嘛。就是這樣。整條路都暢通無阻。大家不要把我們身體想成跟外界是一個隔絕的其實隨時他們要進來都可以進。這一直都在嘛，他們一直都在，就關鍵是他你怎麼讓他越界了？我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嘛，我們也可以是他們的食物。你不發炎的話，你真的人是1秒都活不下去了，你剩下直接就死，更不要說20-30歲，跑到我們這麼大。所以中醫說生病是正邪交爭在打架。這句話壞的地方啊是有邪氣有戰爭，是吧？那麼好的地方就是還有戰爭，還有正氣在對抗。如果一個小鎮沒有軍隊作戰，那麼敵人還需要打仗嗎？直接衝啊，直接佔領了。那就不叫敵人了。不叫敵人，那個叫原住民。原住民。原住民。沒有原住民了，那就。都進來。他才是原住民。細菌病毒直接進來，真的是。對。細菌病毒的天堂了嘛？所以說有戰爭是好事，也是壞事，那不是絕對的。再比如說癌症啊，大家現在是談癌色變。对。就都很害怕，其實不用害怕，癌症才應該害怕我們。對啊。因為啊，我們一個細胞要發展成癌細胞，然後壯大，其實是比較困難的。為什麼？我們免疫細胞那麼多，對一個人。對啊，因為我們免疫細胞真的是無時無刻不在糾正消滅，對不對啊？所以當免疫細胞在工作的時候啊，身體一定會出現發炎的表現啊。所以你換個思路想，能夠得上癌症多麼不容易，你到底是多麼摧殘自己。免疫細胞都不敢。所以說，這個時候大家還會說發炎是壞事嗎？對。不會的。如果沒有發炎，那麼身體就是直接被癌細胞佔據了。對呀。那每個人的形態都不一樣，有的人長出一隻腳，有的人長包。原住民，對。所以其實大家不要害怕生病、發炎、感染，都不要害怕。其實因為這些發炎啊，就是幫助我們生存下來的能力。對。它有一個緩衝啊，有過渡期，不是說你生死人的。很多人就是特別害怕生病，一生病害怕得不得了，要死了。對，也不新冠期間有不少人是嚇死的。對，因為他恐懼，他會影響這個心理意念的概念，整個人崩潰掉。對。這讓我想起就是納粹集中營，就是2戰的時候，有多少人他其實不是說被直接的，是被毒氣送進去死掉的，毒死的，是因為他們自己放棄了生的希望，自己這樣死掉了。就那個叫 Victor 嘛 ，Victor 他寫了《生命的意義》，大家可以看看。他的一個好朋友啊，是一個作曲家，他就是夢到3月30號會解放，就是戰爭會迎來勝利，然後集中營會被解放。結果就是靠近3月份的時候，還沒有一點希望都沒有，他就說我這個夢是假的。結果他的免疫力下降以後，他就感染了那個傷寒。對，感染傷寒，他就在那最後1天死掉了，而且他只感染了可能就那2天。所以他其實是免疫系統崩潰，是因為絕望，對，放大了死亡信號。對，就是這樣。講到哪裡了？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就相信那些疾病很可怕。我的建議是少看那些新聞，引起焦慮恐慌。对，覺得自己很強大。所以說啊，其實生活當中啊，有一些人他得了癌症不當一回事。或者有一些人啊，他開始反省、懺悔啊，他覺得
我這一輩子哦，我為什麼會得癌症？我發現他自己不管是起心動念、言語行為啦，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啦。对，他就說我後不在，斷惡修善，真的是斷惡修善。然後發心，開始從只關注自己，到關注到社會，關注到身邊人，去做慈善啊，去做義工啊，這樣子。對。突然過幾個月，癌細胞都沒有了，這是真的，不只是幾例，我們自己生活當中真的遇到。而且民國初期，王鳳儀他講病就是靠一張嘴講，就是他講道理啦。對。那病人他就開始要發懺悔啊，對，後不在招。病就講好了，本來要死的人講好了就是癌症的人講好了嘛。如果你得了癌症或者是絕症，你要把心態調好，不要恐懼，不要害怕，正常的過好日子。然後如果你發現，我們說自省內觀，發現哎呦，我原來對人很不友善，經常發脾氣，那你一定要改过，糾正過來。這樣你身體的能量各方面，它就會扭轉成為正能量、積極的能量。對。說不好，病馬上就好了。對，就是這樣。如果大家都這樣的話，我們都不用說了。對。是吧？有什麼？這些都是。我們繼續講。這些都是次級的。那個才是最高級的。對。直達心靈。是這樣了，是這樣。這都是實質末少的。是。大家都會心靈保養的就好。反正話說回來了，我們六淫理論最容易被人罵的就是病毒細菌根本就沒有寒熱，沒有這些屬性。中醫怎麼說有一點都不科學嗎？對。其實我們學到這裡也明白了，這個屬性不是邪氣的屬性，而是說我們人體對抗病原體的屬性。人體的反應對。換句話說，邪氣沒有寒熱，但是人體你有寒熱，對吧？這個才是屬性的依據。比如說我們生病了，流鼻涕怕冷沒有發燒，那麼中醫就會說我們人體的屬性是寒冷。所以你得的是寒邪，這時候寒者熱之嘛，治療原則，對吧？那幫助人體加熱升溫，用生薑、麻黃這些藥咯。再來，有的人發燒喉嚨痛、咳嗽，痰是黃的，看起來就是被熱邪所傷。中醫就說是熱邪所傷。對。我們說治療要熱者寒之，對嗎？清熱藥。黃芩、黃連這類啦。所以還是要呼應回我們剛剛說的中醫的哲學觀，是站在人體自身角度來看待這個疾病、看待問題的。中醫承認有邪氣、有細菌、病毒，但是不在他們身上做文章對吧？你避免不了對呀，他一直都在我臉上，都是一直都在。你只能管得了自己，就是這樣。管自己。所以說我們是要注重人體的狀態，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對吧？那麼六淫理論最大的一個誤區是，大家會把外條件屬性當作六淫來。怎麼說？比方說吹風感冒啦，就說是風邪。吹風了嘛，吹冷氣空調生病寒邪，對吧？就把誘因當作那個邪氣。對呀，其實這樣肯定是不對的嘛。你不能說我沒喝水，然後生病，我就是對之類的，對吧？燥邪熱邪都可以。中醫沒有那麼簡單。對，那個太簡單了。中西醫其實最大的一個區別就是中醫眼裡的人是一個活潑潑的、活生生的一個生命體他有自我調節的能力嘛？對，他這個就是不是西醫認為的那個機械論。對，笛卡爾他們說的，笛卡爾把人當作機器。現在其實西醫很多西醫，包括那個阿爾茲海默病研究的那一套書裡面就在批評。对，把身心分開嘛，身體就機器，把人看成機器。給你冷的調節機器就變冷，給熱的你就不熱了，這肯定是不對的嘛，對吧？人體它不是試管，不是說我們給試管裡面加入熱水它就變熱，加入冷水它就變冷。大家有沒有經驗就我們冲完冷水澡出來，然後也感覺到悶悶熱。對。摸過那個雪以後，也是手會發熱。對。冲完熱水澡以後，出來反而是涼爽舒服的，對吧？這為什麼？毛孔張開血液循環打開。對，這樣呢，因為冷水的時候，就是外周的這些微循環就會關閉嘛，保溫對，就是保溫。那你反而就悶在裡面熱。這就好像寒戰的時候就會收縮。
然後有些休克的時候，它只能是關閉四周的外周的微循環，所以有些絕人之類的。有些生病了，你看白白的，臉色蒼白，微循環關閉的嘛。哦，对，有散热。要把體溫保存起來。如果熱水的話，它就會把微血管打開，它就會上熱嘛，所以沖涼出來反而是涼爽的，對，上了嘛。所以說人體顯然嘛，它不是一個機器死的東西，它一定是一個能夠自我調節、活潑潑的一個生命體，對吧？所以面對一個寒冷的刺激傷害啊，每個人的表現反應，那肯定是不一樣的嘛。不一樣。有的人表現出來是熱血，有的人是寒血，有的人是濕血、燥血，那你怎麼說？對。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人體身上找答案。後來有一些流派發展《黃帝內經》的理論吧，就變成在天氣上面做文章，還加進去5運6氣啊，但是後面加的，說得很有道理。是王冰。王冰他是有受这個影響，是有對，就是也是那個年代的嘛。哎呀，唐代的。我也有這樣的 APP 啦，5運6氣。我那時候修過小燕老師，包括好幾個老師，對，好幾個教授的那個5運6氣的課，我聽了有2年嘛。他不是說不能學，是說它是有影響，但是它不是直接的影響，最後還是要經過人體它的一個整合，所以你要在人體上面做文章。肯定啊，你不能看天看地，然後不看人，所以說不行。对天氣對人的影響肯定是有嘛。有沒有影響？你在他身上會找到答案。這個才是重點。而且你天氣的影響未必都一樣，是不是？對。影響的因素就太多了嘛。而且現在還冷氣啊，還有什麼氣啊？對。怎麼搞？所以呢，與其從一個個影響條件下手啊，不如直接在這些條件最後的反應集合體這個人體身上認識，對吧？所以這個就是中醫辨證認知的精神，以人為本嘛，不能忘本，把人忘了，人會告訴你他有沒有受影響。其實現代醫學也知道是治這個生病的人，而不是說人的病。這種其實這100年，我這麼看那書，也不是100年嘛，應該是1920幾年，尤其是1940幾年開始，就有很多西醫的人開始批判了，開始希望是成立要以人為本，不要包括他們的工作流程啊，就是不能只盯着這個診斷症狀啊，這個是典型的肺結核的病案。對他們呢，他們講的那種是，他們還做不到技術層面上，他們只能做到關懷，就感情上那種以人為本。但是你講要像中醫一樣，中醫這種技術層面上都是以人為本，這個是那還沒有。你要發展很大的理論，西醫目前是做不到。以人為本那個可以。那好，好，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裡。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呢，就訂閱、點讚。把視頻分享出去，歡迎留言，我們下次再見嘍，拜拜。